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Start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。那新年快乐！欢迎来到2025年。2025年，你有什么新年愿望呢？我已经有很多的朋友，他们打算2025年来中国旅行。今天我们说一说，如果你来中国旅行，那你需要下载，在你的手机上，你需要下载什么 APP 的软件？这些软件可以帮你在出行旅行方面、吃饭、交通各个方面能够帮你在中国旅行和生活更容易、更简单、更方便。你不需要一支笔和一张纸，你可以直接下载到你的手机上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那第一个 APP， 我觉得最重要的，如果在中国你想给别的人发短信或者打电话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 APP 就是微信。在中国我们不用 WhatsApp， 我们不用 WhatsApp，Line、iMessenger， 我们不用这样的 APP。在中国我们用微信，所以你需要下载微信。那我们常常跟朋友聊天、打电话，或者工作的时候，或者在商店，你需要付钱的时候，每天你都需要用微信。所以最重要的沟通的方式，在中国是微信。常常在中国，你也需要用微信或者支付宝 Alipay 去付钱。然后微信也有很多别的方式、别的功能，你可以用微信付钱，你还可以用微信打车，或者坐出租车，或者买很多的火车票、飞机票，都非常的方便。所以你需要先下载微信。那第二部分，我觉得你来中国，你需要下载中国的地图。你需要下载两个，我觉得常常我们用的两个中国的地图是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。在这儿你不可以用谷歌地图，不可以，所以你需要下载百度或者高德地图。在百度地图上，在地图上，你可以输入你想去的目的地，然后在这个地图上，你可以选公共汽车，你可以坐地铁，你可以走路或者打车。然后你也可以看看有很多的路线，有的路线快一点儿，有的路线慢一点儿，或者多长时间你可以到达这个目的地。如果你开车，那这个地图也非常的重要。那你还可以知道开车的时候哪一条路更快，哪一条路堵车或者不堵车。在中国，你一定需要一个地图。好的，那请你下载百度地图或者高德地图。那第三个
我觉得你需要下载的 APP 就是滴滴。如果你下载了百度地图或者高德地图，你可以在地图上边打出租车。但是在中国，这个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没有英文的版本，没有英文的，所以你需要认识汉字，你需要说一点点的中文。但是如果你不认识汉字，那我觉得你可以下载滴滴，你可以坐出租车，用滴滴打车。滴滴有英语的版本，如果你或者你的朋友你们不认识汉字，还可以用滴滴的英语的版本，也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需要买火车票或者飞机票，我觉得你需要下载携程 Ctrip 这个携程的 APP。如果你在中国旅行的时候，你可以用它去买飞机票、火车票。如果你想自己开车，那你可以租汽车，你可以用携程订酒店。所以在中国旅行，我觉得你需要下载携程 Ctrip APP。那携程它也有英文的版本，如果你的汉字不太好，我觉得你可以下载携程英语的版本，那你可以更方便的看飞机票的信息、火车票、酒店、旅行方面的信息。那这个是在中国最重要的旅行的 APP。那第4个我觉得非常有用的 APP 就是买火车票的12306的 APP。那在这儿你可以在买中国所有的火车票，非常的方便，你可以输入目的地。那有这个目的地，你可以看到从这儿出发到这个目的地有多少的火车或者高铁，多长时间，几点出发，然后你可以预订火车票，你也可以选一个座位。所以这个是官方的火车票的预订的网站，叫12306。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在携程预订火车票。好的，那我们刚才说了，我们和别的人沟通联系，我们需要下载微信。那我们出行交通，坐火车、坐飞机、旅行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下载什么 APP？ 那第3个部分，我们要看一下，如果在中国吃饭，你需要下载什么 APP 呢？那我觉得第5个非常重要的软件就是大众点评。在大众点评上边，你可以看在你的附近有什么非常好的中国饭馆。那你想吃四川菜、北京菜、云南菜等等，有各种各样的饭店的信息。你也可以选择咖啡店，或者你可以选择面包店，非常好的很高档的饭馆，或者是很小的饭馆，你都可以在这儿找到。或者你也可以选我想去一个在我的家附近的地方，我的酒店附近的地方，在大众点评你可以看到这个饭店离你有多远或者多近。所以大众点评非常方便。那在饭店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打开大众点评，你可以找到
这个饭店的信息，然后你可以看在这个饭店有什么特色的菜和大家对这个饭店的评论。如果你想预订这个饭店，你也可以找到这个饭店的信息和电话，然后你可以给这个饭店打电话预订饭店。那如果你想去一个很好的饭馆，那你可以下载大众点评。那我们现在看，我觉得第6个非常重要的 APP 就叫美团或者饿了么。这2个呢是在中国最大的外卖的平台，外卖的软件。如果你不想去饭店吃饭，或者你出去玩了一天，你特别累，你想在你的酒店休息一下，那你可以在美团或者饿了么点外卖。你可以在这个 APP 上找到你想吃的饭店，你想吃什么菜，然后他们会送到你的地址。在这个美团也可以用美团买电影票，你也可以用它骑自行车，你也可以在商店买东西，所以非常的方便。你一定需要下载美团或者饿了么。好的，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吃的东西、交通，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APP 你需要准备，就是Alipay。在中国，你需要付钱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用2个非常重要的方法，第一个就是微信，第2个是 Alipay 支付宝。所以你需要用 Alipay 或者微信去付钱。那你可以连上你的信用卡，你们国家的信用卡和 Alipay， 那这样的话是非常非常方便的。所以你可以用支付宝去付滴滴，可以用支付宝去买东西，在商店、在饭馆付钱。你还可以用 Alipay 坐地铁或者骑自行车。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付钱的方式，所以你需要下载支付宝 Alipay。好的，那我觉得第7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软件就是 XE Currency。对，这个是一个换钱的软件。我们中国的货币是人民币，那这个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是多少钱？人民币换成英镑是多少钱？还可以换成欧元、日元、韩元，有各种各样的货币。所以用这个软件，你可以看到人民币兑换其他的货币是多少钱。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软件。第9个你需要下载的就是小红书。那小红书有一点点像是 Instagram， 是中国的 Instagram。那你可以在小红书上边找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或者别人的推荐。如果你来北京旅行，那在北京什么地方最好玩？或者你想买这个票，你想买这个音乐会的票，那你在哪儿买音乐会的票？你应该怎么做？所以在小红书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建议。小红书或者是抖音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社交媒体。你可以从这些社交媒体上得到很多有用的建议。那最后的一个，我觉得如果你想在中国去听音乐会、演唱会，那如果你想买音乐会或者买演唱会的门票，那怎么办呢？
你可以在大麦这个也是一个很有用的 APP。那我会在上边买音乐会的门票、演唱会的门票。今天我们说了很多在中国，如果你想在中国旅行，非常重要的或者非常有用的 APP。那我觉得你需要准备好所有的 APP， 在你来中国以前，你需要准备好。那这些 APP 可以让你的旅行更容易、更简单。如果你住在中国，那你知道有更多更好的，或者你有更好的建议，也请你在这个评论里边告诉我，然后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中国旅行怎么样更好玩、更简单。那我希望你喜欢今天的 Start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或者如果你有朋友要来中国旅行，你可以把这个视频推荐给他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，请你点赞并且订阅这个频道，因为每个星期我会有新的视频。我是 Annie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